他来干啥？没说。哼，莫非还惦记着吴家大当家的位置？这吴家东院都没有了，还有啥吴家大当家的啊？哎，他要是管你借钱，你可千万别答应他。反正我就在这儿，你要是拿不准，就出来问我。好。三叔，啊，周阳啊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吧。就算我同意，我二哥和四弟也一定不会同意。三叔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吴家大当家的事儿，我是想跟你商量，我们东院想把3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管。你说什么？东院占股70%，照理说就应该我们东院自己打理，但以前东院生意太多，照看不过来，所以委托给了三叔。但现在东院也没什么生意了，所以就不劳烦三叔了。我等，谁跟你说东院占股70%？你、二叔还有我爹，当初开办的时候，那白纸黑字上都写着呢，还盖了示意堂大印呢。难道三叔忘了？这事儿是有，但是前段日子大哥已经卖给我了，也是白纸黑字儿，还是我大哥亲笔写的。加盖示意堂大印了吗？按照吴家的规矩，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的契约都不作算，所以那70%股份现在还在我们东院名下。跟周莹谈完了，哎，他来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找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契约上确实没有示意堂的大印啊。我问你话呢。周莹说了，这张契约不算数，那70%股份还归东院。他说3元典当行要收回去，要自己打理。凭什么不算数啊？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怎么能轻易反悔啊？但是按照我太爷爷定下的规矩，兄弟间的所有契约往来必须加盖示意堂的印才算数。夫人，你看，这上面就少这个印啊。还真有这规矩啊3元典当行还得归东院。那可不行。这几年你干一样赔一样，怎么就指着这典当行挣点钱？要是还给东院，我们吃什么？可这是老规矩啊。你就说你不知道。那能行啊？反正你就一口咬死，你大哥签字画押了，不能改了。哦。三叔，你找到那契约了吗？的确没有加盖示意堂大印吧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什么示意堂大印？什么规矩？我不知道，没听说过的都不算数。反正3元典当行已经归我们南院了，谁也别想拿走。三爷，安胎的，快趁热喝了啊！
三叔家里的事情，是不是都是柳氏做主啊？你还真说对了，你三叔就是怕老婆。为什么？年轻的时候，柳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美人儿。你三叔见了一面，就被收了魂了，就回来求你爹去提亲。开始啊，柳氏先不同意，后来你爹还是狠花了一些银子，你三叔才把柳氏娶到手。从此，他就把柳氏当宝贝一样宠着，都把她宠翻天了。哎，这就难怪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柳氏拦着不还我们股份？那我去问他，他良心长哪儿了？他们是存心要赖掉这些股份，你去问了也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去告官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告官也不一定要得回来。三叔跟老爷嘴起了，这股份都要不回来，那老二跟老四手里的还能要回来吗？娘，别着急，我来想想办法。你这是什么姿势？啊？你给我好好坐着。娘，我这样蹲着舒服，比坐着舒服。周莹，东院虽然已经不是以前的东院了，但规矩还是以前的规矩。再说了，你这个样子对孩子也不好啊。这以前大哥就说过，这笔账一笔勾销，我就觉着不妥。啊，现在你又说，这个契约上没加盖十一堂的大印不作数，这个我也认。四叔，那张契约还在不？在。周阳，你放心啊，这5000两银子呢，四叔绝不会赖账。哎呀，只是啊，这以前生意做的不大好，钱基本都亏完了。现在我们中院呢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土布作坊，能勉强度日。这以前大哥体恤我，从来没问我要过钱。当然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东院的光景也不怎么好，啊，也缺钱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商量一下啊，以后我们中院每年还你100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周阳，哎，你把这印盖上，这钱我可就不还了啊！我知道。四叔，请一笔银子可重要多了，是不？那是。周英，你说的没错，吴家的确有这规矩，没有加盖十一堂大印的契约，全部不算数。这契约拿回去吧。
你什么意思？二叔，我今日来，不是为了追讨这些客商，以及这些客商手中的应收账款，我只是想请二叔来主持一个公道。什么公道啊？哟，老三、弟妹、二哥、老四，吃饭呢？啊，怎么了？一块儿吃吧。是我把二叔、四叔请来的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家老爷呀，正要把这1000两银子交给你们东院呢，正好你们给我们做个证，以后啊，咱们就了不相欠了。三哥，这银子呢，先不忙交啊。你也知道，咱们祖上是有规矩的，这任何契约上不加盖示义堂的大印，这都不作数，啊。那就把印盖上去。我不要银子，我只要股份。三哥，东儿不愿意，就别硬逼着人家东儿把股份卖给你了。可大哥亲口说的呀，1000两银子卖给我，你们咋不听大哥的呀？爹这么说，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只是权宜之计。大哥一言九鼎，怎会戏言？老三，大哥和我们断绝关系，那是为了保全我们，演给外人和官府看的一出戏而已。现在既然示义堂的大印在此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遵从祖上的规矩，别再惦记那7成股份了。这不是，哎呀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大活人还能被这规矩给框死啊？弟妹啊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我哪有什么高见呀？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皇上都换了好几个了，这吴家也散了，这示义堂大印束手束脚的，还不如扔了算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这示义堂的大印可是我们老吴家祖上留下来的，谁要是敢不遵，那就是叛祖逆宗。祖上定下的规矩，谁都不能改。那既然二哥四弟这么说，我也没啥说的。三叔，那我们约个时间交接吧。交接什么呀？三叔已经承认东院占股7成，那作为最大股东，我宣布，从下月起，3元典当行交回东院打理。这账目货品总得交接一下吧？我们南院啊，打理得好好的，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有这个必要。夫人，咋了嘛？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松口啊？7成股份，2万多两银子，就这么没了。哎呀，那大哥在世的时候，我要钱，大哥给钱；我要生意，大哥给生意。大哥虽然现在不在了，可是咱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啊。那再说了，我们吴家确实有这规矩。如果是大哥找怎么样，咱们无话可说。就算是盖了印，咱们也还。我就知道你有情有义。你听我说完。可现在明明是你大哥要给，那寡妇要我们还，怎么着？你也是吴家的三叔吧？怎么就让一个小辈的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呢？你大哥现在走了，论吴家剩下的人，论排行你是老2，论实力论威望你可是老大呀，你怎么能让一个排不上号的寡妇给压住了呀？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是输了这一招，下一招无论如何也不能输。那经营权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回去。可他是大股东，他说换谁就换谁，
我没有办法吗？我有办法。娘，怎么样了？总算是把典当行给要回来了。谢天谢地，那老二老四的那几样也要回来了。娘，为了争取二叔和四叔，我擅自做主，把他们手里的契约都盖上示意堂大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都不要了吗？这可都是钱啊！二叔手里也就几个做布的客商，我们的商号都被没收了，要那客商来做甚？那还有应收的账款呢？我让王世军查过了，也就几千两银子。而四叔那边的欠款，你再怎么逼他，他也还不出来，还不如盖个章，通通一笔勾销，送他一个人情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帮我把典当行要回来。老二老四也帮了忙，没他们帮忙说话，那三叔能轻易答应？话说回来，现在真正值钱的只有这典当行了。若经营的好，一年能赚上万两银子，到那时，我们东面的生计可就不愁了。但我听说了，典当行自打开启，每年分红最多也只有2000两银子。所以啊，我要回来自己干。你做？现在只有我啦。娘，你先歇着，我还要去跟王世军商量交接的事儿呢。哎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你也该歇一下了。千头万绪，不敢歇。那你千万要小心，记住，你可不是一个人了。放心吧，娘，我知道了啊。看不出来，我们家少奶奶有点能耐。你们都听到了，她说她要自己做生意，但她是个女人，能行吗？她也没做过呀。我看行。如果一年真能挣个上万两银子，那我们娘儿仨，我们东院就不愁了。大嫂，你看，这是阿胶，这个呢是鹿茸，可名贵了。还有这个是人参，哎，虫草，你看，特别名贵的虫草。这么多？对呀，都是吴玉给你带的。我这趟出门啊，一路上都惦记着我大妈呢，看到好东西啊，就想着给我大妈买回来。这不知不觉的就买了一大堆。吴聘以前也是这样，去到哪儿都想着我。大妈，吴聘哥哥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还在啊。以后，你就把我当成吴聘哥哥好不好？你需要什么你就跟我说，我去给你办。只要我有空，我就来陪你。好，哎，干脆你就认你大妈做干娘吧。那好呀，那以后我跟大妈就更亲近了。大嫂，你就认了这个儿子吧。夫人，少奶奶马上要过来了，要不跟少奶奶商量商量？那好，那好，请少奶奶。大嫂，这周莹和王世军天天同进同出的，好像挺亲密的。也没啥吧？对，没啥，没啥。春杏儿，少奶奶，春杏儿，少奶奶，春杏儿，少奶奶。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娘，哎，我觉得不必多此一举。三婶儿，我这肚子里已经有吴聘的骨肉了，
这东院已经有后了，就不劳烦吴玉兄弟了。周莹，我这么提也是心疼你呀。你看，再过几个月你就要临盆了，可千万不能累着。这以后有什么苦活累活啊，就交给你兄弟来干。大嫂，这家里添了一个人，可添了好多事儿。我有个提议，像典当行这样繁杂的事儿啊，你们就别管了，交给我们南院。你跟少奶奶呢，腾出时间跟精力，专心专意的照顾这得来不易的大孙子，你看如何？哎呦，三婶儿，我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小姐出身，哪有那么娇气？这怀个孩子就不能看账管家了？三婶放心，这3元典当行保证管好，孩子也看好。我是生过孩子的人。对了，三婶儿，还要麻烦三婶儿给三叔带个话，后天初5我会带着王世军去3元典当行交接所有账目，啊，娘。